在百年庆典前一天，外网社交媒体推特上有一个长期散播中国军事相关消息的博主，故意放出了一张卫星图片，声称这是在1个月前拍到的画面，并造谣我军山东舰甲板上辅助起飞的导流板位置和着陆带出现十分严重的破损，部分甲板甚至开裂。不过，因为分辨率问题，整个图片十分模糊。基于以上的问题，该博主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的钢材不达标，导致山东舰的甲板无法适应歼115舰载机在起降时的加力燃烧。这样的图片自然引起了一大堆长期反华的外媒关注，很快就是大片唱衰中国制造的文章。而且恰逢百年庆典，这种能够恶心一下中国人的事情，也激起了不少对华恶意的媒体和用户转载。那么这个外媒口中的严重损毁，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真的是钢材无法适应吗？有观察人士指出，这种图片显然是外媒恶意准备的似是而非的图片，有刻意进行了模糊，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但这种谎言有2点明显的漏洞。第一个漏洞，上传这张损毁图片的卫星博主声称是在今年5月份拍到的。然而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山东舰并没有进行密集训练，相反，山东舰在2019年12月17号服役以后，最为密集的高频训练时期是在1年以后的12月17号，当时是在渤海某海域执行起降回收训练。因此，如果最频繁的起降都没有发现甲板问题，为何在没有频繁训练时期反而会出现甲板钢材问题呢？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第二个漏洞，这张模糊的卫星图片所谓的严重破损位置在导流板的前方大概5米左右的位置，如果歼115战机处在这个位置上，基本上已经是完成了大部分的加力燃烧，对甲板的损伤反而没有最开始的大。而从导流板位置的甲板来看，却根本没有任何破损情况，但这个地方往往是受到冲击最大的位置，也就是说，连最受伤的位置都是完好的，结果不怎么受伤的位置反而破损严重，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有相关人士指出，这张图片其实进行过特殊处理，从周边的白色痕迹判断，其实是山东舰甲板正在进行清洗工作，一排的黑点其实是舰上的后勤人员，而因为冲洗导致的白色泡沫和黑点刚好形成了一个疑似破洞的样子，因此被西方反华人士恶意造谣成甲板破损。这么说可没有什么说服力，不如参考一下美国人自己冲洗航母甲板的画面，也是甲板上存在大量的泡沫，如果放在卫星视角下，基本上也是大面积甲板破损。歼20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其真实产量和性能一直是很多国家关注的焦点。目前，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报道，已证实该型战机已先后装备了王海大队、强军先锋队。从这样的安排布置中，不难看出歼20的现役数量一定不小。果不其然，在7月1号，为了给建党100周年献礼，15架歼20从北京上空飞过天安门。需要知道的是，在2019年国庆阅兵中，歼20战机才仅仅亮相5架，2年的时间从5架到15架，数量直接增加3倍，这种跨越实在太不容易了。对此，港媒《南华早报》认为，歼20的大规模亮相意味着目前中国空军歼20隐身战机的实际数量或许已经达到4个航空队，约150架左右。而且今后中国5大战区，每一个战区至少要配备1到2个歼20战机大队，按每个航空旅36架战斗机的编制计算的话，到那时候，中国空军将会拥有360架歼20隐身战斗机。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内，歼20或将再服役200多架，说不定那个时候的歼20或许都已经装备上了 WS-15，直接冲出 F-35在亚太地区的鲍语权。这不禁让人想起，在10年前歼20首飞的时候，当时的人们一直以为这将是世界上第4款第5代隐身战机时，它却突然在2016年的珠海航展上亮相，颇有一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感觉。成功让苏57跟在屁股后头吃灰。而到了2017年，中国国防部宣布歼20已交付部队使用。同年，中国第1艘航母山东舰以及第1艘万吨大驱005首舰也开始下水。在短短的10年里，歼20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招之能战。所以说，这次15架歼20战机的公开亮相意义十分的重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海军在突破了第1岛链的封锁后，中国空军也迈出这一步了。需要知道的是，中国东部延伸至西太平洋上的一条山脊线被称为第1岛链。一旦中美关系恶化，那么这块地方的空域将成为世界上第5代机分布最广、活动频次最多以及密度最高的空域。美国媒体曾对 F-35系列战机的装备和对外贸易做出预测，到了2030年，美国和它的亚太地区的坚定盟友将实现大批量换装 F-35，仅仅是初步估计，换装的数量就将超过187架。但是，如果港媒的预测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届时歼20冲破 F-35在亚太地区的包围圈将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假如说歼10战机的量产是中国空军乃至中国航空的蒸汽机，那么歼20的量产则是让中国空军迈向世界一流的冲刺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犹记得2009年时，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盖茨在媒体前公开宣称，哪怕是到了2020年，中国也不可能会拥有野型战机。当时这番发言确实让中国众多网友气愤不已，但又无可奈何。然而仅仅2年后，盖茨结束中国之行的前不久，歼20一飞冲天。可以说，这次飞行不仅狠狠打了美国霸权主义孤傲的嘴脸，也打了那些精美人士的丑恶嘴脸。近期，英国侵入俄领海3公里挑衅，引发巨大风波。这件事完全是美英两国联手炮制，英国军舰负责在前面冲锋，而美国侦察机试图侦察。而俄罗斯的一系列举动非常强硬，直接在英舰航道附近扔炸弹，并紧急召见英国大使严重交涉。英国已经尝到俄罗斯铁拳的滋味，俄媒警告他又准备作死。俄罗斯独立报近日报道称，中国正在关注俄罗斯对英国驱逐舰开火警告事件，因为下一幕可能发生在南海。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即将在南海展开自由航行活动，中国的领海主张或遭到挑战。英国航母编队将在南海航行，和其他国家海军一起挑战中国，中国将如何回应？俄媒报道称，早在2014年，中国就开始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及大片岛屿上建造机场、导弹和火炮掩体。等待英国舰队的会是什么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席研究员卡申认为，当美国军舰闯入中国控制岛屿的12海里以内，他们通常只是跟踪监视、广播驱离，并发出抗议。中国人更加谨慎，防止冲突升级。不过，有时也会制造碰撞威胁的情况，将舰船掉头，逼迫美舰急剧改变航向。尽管如此，中国原则上可以使用一些非致命的影响手段，比如用强大的电子战手段干扰舰船系统。在俄罗斯人眼里，中国有实力却不轻易亮剑，避免采取过激方式。而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布坎南却认为，英国希望借助航母向外界证明，脱欧后的英国仍是世界性大国，在南海自由航行将是一个象征性事件。但英军航母编队将在南海面临比在黑海更加严峻的局面。俄罗斯炸弹恐吓并没有伤到英国军舰分毫，而中国如果用非对称的隐秘手段，将对英国舰船运行造成很大影响。不要怀疑解放军敢不敢。在今年2月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称，中国解放军战机曾对闯入南海的美国罗斯福号航母进行了模拟导弹攻击。中国轰炸机飞行员确认了对海打击命令，并模拟发射反舰导弹，就是在警告美国，下次如果靠近海岸就直接攻击。一艘军舰很有可能就是碰瓷，但是一个航母编队就涉及到国土安全问题。这次美国可能推英国当冤大头，东风21D 和东风26反舰导弹是时候竖起来了。而英国似乎还在做日不落帝国旧梦，但现实他们早就日落西山。我们必须展现出对中国的威慑，不仅是针对中国，还要针对俄罗斯。就如我所说，他们正在展开联合军事演习。近日，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警告美国要小心，声称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协调军事演习。此举不仅威胁到了台海，还很有可能威胁到夏威夷，提醒美国必须提防珍珠港式袭击。据悉，中山泰秀是主张对华强硬的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的副手。这段时间以来，其频频发言出格的言论，质疑一个中国原则。值得一提的是，近几个月以来，解放军在台地区周边进行军事演习，且俄罗斯也在夏威夷附近海域进行了军事演习。我军演习的目的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包括台分裂分子在内的挑衅者，不要妄想挑战中国底线。而俄罗斯在夏威夷附近也不过是在进行导弹以及火炮射击演习。为了检验装备，中山泰秀就这么判定中俄是为重大冲突做准备，是否未免有些太大惊小怪了？在整个谈话中，中山泰秀多次强调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扬言中俄很可能会联手发动所谓珍珠港式袭击。有趣的是，这位防卫副大臣还提到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引发了美国卷入第2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众所周知，珍珠港事件是美国海军基地遭到日本偷袭，一度让美国丢失面子。现在为了扩大中俄威胁，日本亲手揭开美国的伤疤，该国到底是想利用此将枪口对准中俄，还是想借此嘲笑美国？现在的日本全然不顾及与中国间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一味的与中国作对，尤其是在台海问题上，果然将台称之
之为国家，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原则，仗着有美国撑腰，日本在疫情爆发至全球后开始肆无忌惮。相比美国其他跟班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日本非常热衷于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或许是真的想跟随美国的步伐，又或许是该国有自己的阴谋，但总的来说，日本如今亲手解开美国的伤疤，来扩大中俄威胁，在分析看来是非常危险的。倘若日本没有控制好力度，惹怒了美国的同时，又迎来中俄的猛烈反击，那么对于该国来说，其下场无异于被灭国。中国好说话不代表就是受气包，俄罗斯更不用说，该国本身就是有仇必报。日本如此造谣炒作中俄，是在拿命赌两国的仁慈吗？日本光想着这样能够吓唬美国，可却忘了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就如我国人所言，日本这是在赌国运，一旦赌输了，中俄的一颗导弹就可能要了该国的命。